议息会议前夕，科技板块全面回落，纳指呢跌了 1.5%， 道指则继续的创新高。这也是今年以来呢道指跟纳指之间第3道的单日背离，反映板块的全面跑赢，说明了市场呢也在观望了沃什的首秀。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我们讲过呢，美股这一轮的行情呢，先看3到5天的反弹，今天呢是第4天，但是呢跌破了缺口上沿的防守位，需要止盈了吗？美光、AMD、英特尔今天都在大跌，那么这一次的大跌还会是机会吗？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7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的关键时刻到了，在这个阶段怎么样的去操作？那大家都知道的，就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即将呢要进入到这一个讲话阶段，那在这个阶段该怎么样去操作？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美光、Circle、比特币以及英特尔跟这一个谷歌。当然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那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这一个日线走势图，可以看到的一个点，纳指目前它的这一个飘带已经呢是进入到这一个空方带的这一个阶段了。那我们当时在这个底部让大家呢去进场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先把这一波行情呢当做一波呢3到5天的这一个反弹的这个行情。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1天、2天、3天、4天，也就是说从短期的这种反弹行情来做，那么从这一个时间的角度上去讲的话呢，其实是已经涨得差不多了啊，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除非呢它可以从这种短期的行情进阶为什么这一种短波行情，也就是说它能成为呢这种10天左右的这种行情，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就这一波行情它可以涨到呢下周。当然相反，假设说呢这一个今天的这个议息会议出来了之后，它是没有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你们就要注意一下，我们讲到的3到5天的反弹行情可能呢就已经差不多了，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在昨天的行情广播当中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就是操作的这一个学员，做短期的学员，你可以考虑干嘛？以这个缺口上沿的这一个位置作为我的一个防守位啊，如果说呢它在这个位置收盘价跌破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呢短期在这里要么减仓，要么止盈。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个收盘价，它是已经跌破了这一个飘带的，它是已经呢跌破了这一个缺口上沿的位置。所以如果说呢你是做这一种超短期的学员，在这个位置选择呢先获利了结，我觉得没有问题。当然我会跟大家讲啊，就是该怎么样呢再把它给接回来。假设说我真的在这个位置啊看到它在这里符合我们的这一个离场点，已经离场了的话，该怎么去接回来，等一下会给大家去讲。那如果说我还在里面的，就是我的这一个该怎么样去设置我的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定到哪里，定到这个缺口1/2左右的这个位置，一旦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先止盈啊，你千万不要说我等到它把这个缺口都给补了，这个缺口将近3%，那你想一下，就是完全补了的话，那就说明你前面的这一波行情都白干了啊。所以也就是说，你给自己设置的最后的一个防守位，你可以定到这一个缺口1/2左右的位置。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去讲要设置好防守位？因为还是那句话，它现在是一个空方带状态，你要谨防它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的这个形态。哪6种见顶形态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这个是不管在这一个空方带还是在多方带，一旦出现它都会有回踩的风险。比如这一个6月1号的这个高点，就是出现了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之后呢跌下来的。那第二个的话呢，跌幅大于3% 的这样的阴线，那这一个一般是针对于这一些大的这一些科技股啊，对于这一个指数来讲，一般来讲 1.5% 或者就是1% 以上的这一种跌幅，其实已经算是稍微比较大的了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强势的3日顶分型结构，所以也要谨防一下啊。如果说这一个纳指它在日线上
假设今天它给我收一个呢3日顶分型，这个位置再来一根呢明确的高点呢不再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3日顶分型的形态，要谨防在这个位置当中呢，它会不会呢要有回踩的这个需要了啊？可能这一波反弹行情它就已经结束了。那第4个的话呢，讲到的阴包阳的这个形态，第5个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第6个它是一个下跌缺口，这6种形态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呢，在这一个空方带的时候容易见顶的这一个形态。如果说呢这一个纳指它在日线上出现任意的这6种当中的一种，那么你要记住的一个点，这个位置就已经反抽结束，那么接下来它可能往下呢去找它的这个支撑。当然要记住的一个点啊，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就说，它在这一个位置，它的议息会议没有符合大家的这个预期真的就是跌下来的这个情况下，个人的这个观点对下半年仍旧是一个看多的这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只是一个涨多了之后要有一个正常的回调而已，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所以真的出现假设说它真的不及市场的预期，真的跌下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机会呢大于风险。 OK， 这个是讲到的6种见顶的这一个形态。那么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缺口1/2左右的位置在 26,224.54， 如果说现在还在里面的学员，那你这个价格可以作为呢我们最后的防守位，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注意风险，没破的话呢，你还在里面的你就暂时再去拿一下。但如果说呢我已经离场了的话呢，什么时候我能把它给接回来呢？那这个操作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往日内呢去做一下这一个 DC。 怎么样去看日内的 DC？ 这个是它的这一个60分钟图能看到的一个点这一个纳指它在这一个60分钟图今天开盘的时候当时呢它还是一个上涨结构8，在这一个出现结构9的时候，它出现了这一个结构9的一个消失，因为它这一天它是一根阴线把这一个5号 K 线的这一个收盘价都给跌破了，所以这一个上涨结构消失不见了。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一个上涨结构它代表的是一个行情的一个强势，下跌结构呢则代表行情的弱势，上涨结构消失不见代表呢它的行情它是有在走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如果你是内部学员能看到黄烛信号的，看到这个位置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时候，那你应该心里边有预期60分钟图上这一波呢从这个位置让大家进场到现在的那已经要差不多了。那如果说呢你没有这一个黄烛信号，你看到它的这一个上涨结构消失不见的时候，心里边是不是也有预期代表行情它要开始走弱。所以呢纳指呢在今天开盘的时候的话收了一个阴线跌破，然后一路的调到现在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了下跌结构7了，距离我们讲到的这个结构9已经不远了。所以要记住的一个点假设说我已经离场，什么时候呢我可以重新再去进场了？你要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目前也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所以呢在60分钟图上2种进场的这一个机会。第一种的话呢，它在这一个位置机构由低吸转为做多，像我们前面这一个位置讲的这样，它在这一个位置消失不见，收一个阳线突破确认了。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跟前面的这2波还不大一样包括跟这一波其实也不大一样因为当时它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所以它这个一上去之后碰到这一个空方带收阴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一个风险。但是现在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多方带状态，所以跟前面的这2次呢还会不大一样。所以如果它可以在这一个位置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话呢，那么这个位置它叫做回调买点，那么它就可以呢考虑在这里进场。进完场之后呢，以蓝色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了我就止损出局，没有破的情况下，那我就可以拿着。那这个是第一种进场的信号。那第2个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现在是一个结构7，它给我一路跌到结构9之后，那么呢这一个结构9如果能判定它是一个底部9结构的，那我们呢也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2种信号都没有出现的这一个情况下，那就说明了它在这一个位置还没有出现呢这一个止跌的这一个机会，那我们呢就再等等等到它明确的出现了这一种买点之后，我再去进场。OK， 这个呢是讲到的纳指。那接着呢来看一下是这一个标普500。
这个是标普500的60分钟图啊。然后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这一个位置，在周一尾盘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一个行情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它呢在日内它是要有这一种调整的这个需要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昨天开盘之前给大家呢去发的这一个行情广播啊，基本上呢，只要你是我们铁粉学员的啊，有联系到这一个助理的话呢，应该都会有这一个行情广播的一个体验。每天呢5到6点钟的时候会给大家呢去更新当天的一个走势。当时我就跟大家讲了啊，60分钟图的话呢，这一个标普500的尾盘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了，说明了60分钟图它短期它是要去回踩缺口的。回踩了吗？回踩了，看看呢能否在缺口上的这一个位置上收到6种止跌的这一个形态。但是来看的一个点就是，它在这个缺口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它都没有出现了止跌的这一个信号，所以从这一个标普500 60分钟图上去看，到目前为止从这个位置确认了是一个短期的，从这个位置确认了这一个短期超买确认之后，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呢出现了这一个进场的这个信号，所以在这一个标普500的60分钟图上，目前仍旧是等待的一个阶段。现在的话呢，已经回调到多方带的位置，并且出现的是一个下跌结构久了，跟这一个纳指它是一样的，两种进场的这一个信号，哪两种呢？要么呢，它在这一个位置机构低吸转为做多，那我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进场。那第二个的话呢，这一根9号 K 线它必须是一个底部9结构。什么叫做底部9结构呢？给大家讲过，9号 K 线出现完之后呢，一定要去判断一下能不能进场。就像呢这一个位置出现的上涨结构完了之后，你不要跟我讲说我在这个位置立马去卖掉，那你就干嘛？错过了这一波跳空的一个上涨。所以怎么样去判断？以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那目前来讲，这一根9号 K 线它的一个低点是多少？7500呢 08.68 是它的一个低点的位置，那么它的高点呢是7523.57。那我们看一下啊，它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它是收一个阴线跌破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7500呢 08.68 的，那就意味着这一根9号 K 线它是一个下跌中继结构。什么叫中继结构？它在下跌中途出现的这样的这一个9号 K 线，那就意味着呢，它下边还有一波呢下跌结构9在等着大家。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就要注意一下风险。那相反，如果说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干嘛？出现的是一个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7523.57的，那么这个9号 K 线它就是一个底部9结构，那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进完场之后呢，以9号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的价格，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它是100%的，它肯定呢会涉及到止损的一个问题，那我就呢在这里设置为我的止损，跌破了我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那就说明没有问题，我就可以拿着。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标普500两种进场的一个信号，要么机构低吸转为做多进场，要么呢它是一个底部9结构进场，两者都没有出现的，那就说明呢它还没到进场的时机，我可以再等等。OK， 这个是讲到的标普500的60分钟图。那么接着呢再给大家去看的就是标普500的这个日线。标普500的日线今天也是一样啊，就稍微的低开了一下，然后是一路的低走的，最后收盘价是跌破了我们缺口的这一个上沿。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一个日线上在这个位置进场的，那么在昨天的这一个位置当中，临近尾盘的位置，可能呢也得考虑在这一个位置短线呢先止盈离场。那假设说我现在还没有离场的，那我建议大家呢还是那句话，设置好最后的一个防守位，最后的防守位你可以定到这个缺口1/2的位置7486.58，收到一根实打实阴线跌破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就先止盈离场先啊，等它回来了之后，在更低的价格呢再把它给接回来也是 OK 的。因为这个标普500它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所以你在这一个位置跟纳指一样，先当一波呢3到5天的反弹行情，如果说它能进阶成10天的这种短波行情的，那就意味着这一个位置当中它能一路的涨到这一个下周
那就说明中间它肯定会给我们进场的机会，那也不担心。OK， 这个是讲到的标普500，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这一个道指。道指来说啊，稍微还是比较的强大啊。你们能看到的一个点，它现在仍旧是处于一个多方带状态啊。纳指跟这一个标普500都已经转为了这个空方带，但是道指是保持着这一个阳线一直的往上去涨的。那就说明了道指相对来说啊，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它是会比这一个纳指跟这一个标普500要强大，而且它又重新的创了这一个新高了。所以对于有这一个道指相关的这一个学员，现在只要它是一直是处于一个上涨结构，上涨结构3属于上涨结构刚刚开始的位置，它处于一个上涨结构的，那你就可以一直的拿着。那上涨结构消失不见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意味着它在这里呢可能已经要开始转弱了，那我就可以离场。那从价格上呢，你可以以它前期的这一个高点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51657.89的这一个价格呢，作为我的这一个防守位。如果说后边道指反过来把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可以考虑呢在这个位置就先止盈离场，没有的情况下，那我就拿着等待呢9号 K 线的这一个到来。如果说9号 K 线到来了之后呢，它仍旧是一个中继9结构的，那就说明它还有上涨的空间，那我拿着就行了。OK，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si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来看一下一些相关个股的一个情况啊。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英伟达。英伟达跟特斯拉我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过，就是性价比呢不算特别的高，你一定要去做的你可以做一个反弹，因为你能看到他们的这一个空方带比纳指的空方带要大，那就说明它的走势它是会比纳指跟这一个标普500等等，它是会比它弱的。所以你在这一个位置，你就说我一定要去做英伟达的，那你能做反弹。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它已经在这一个空方带的位置收到我们讲到的6种呢见顶的这个形态，是一个非常标准的3日顶分型的这一个结构。所以如果说呢你前面有这个英伟达的，那你们应该在这个位置短期呢可能要有一个止盈的这个动作，或者呢要有一个减仓的这个动作，千万不要等它呢又回调这个底部的时候呢，你再考虑说我要不要去离场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呢你是有这个英伟达的已经止盈离场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后边有机会呢还会再跟大家去讲。但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一个离场的，我该怎么办？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呢设置好最后的一个防守位，那这个防守位我会把它定到缺口的这一个下沿的位置，大概来讲呢207.07的这个价格。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收到一根实打实的阴线把它回补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大家呢就先在这一个位置止盈离场说明这一波呢已经反弹结束了。但是没有跌破的话呢，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这个是讲到的这个英伟达。那么如果说英伟达在这个位置真的往下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要的话，那么在下面有哪些关键的支撑？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支撑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0.5 的这个位置，200块4毛1的这个价格，它会有第一个支撑。这个价格的话呢，也是前面的这一个底部的位置然后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有时候会给大家去讲，就是股票的一个支撑跟阻力位，不是说呢这一个英伟达它在 0.5 的这一个位置，在200块4毛1的这个价格当中，它有支撑，它就一定100%的只能呢跌到200块4毛1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呢它不是说100%的，它一定会跌到200块4毛1。支撑跟阻力的这两个价格，它只是代表了，比如说现在的这一个英伟达，从现在的这一个价格往下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在200块4毛1的这个位置，它会有这一个比较多的这一个筹码在这里。那么它在这里呢，可能干嘛？假设说有一些资金，它可能呢在这里埋伏的一个情况下，它跌到这里之后，它可能呢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止跌，但是不代表说这一个支撑在这里，它就100%的。它就会跌到200块4毛1，也不是说呢它100%的只能跌到呢200块4毛1，它有可能进行跌破嘛？有可能。它有没有可能呢跌不到这里？也有可能。只是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假设说呢它真的往下去跌的一个情况下，哪里是它比较容易会止跌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选择呢，一旦它在我们讲到的这一些重要的支撑它能止住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呢可以在这个位置呢去建仓，但不是说它一定呢得跌到这一个价格啊，这是两码事啊。我看到有学员呢在这一个评论区去咨询这一些支撑跟阻力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要跟大家去讲一下。OK， 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 稍微比较遗憾啊，我还觉得这一个 AMD 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出现新的一轮啊这一个波段的这一个行情，因为当时这个缺口太漂亮了啊，所以这个缺口我们还在讲说不要呢让它把这个缺口补了。就怕什么来什么，今天一根大阴线，咔就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了啊，所以稍微来讲还是比较遗憾的啊。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讲的一点啊，就是 Josie 也是一样，有没有获利回吐了？有，但是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底部的时候去买的这一个 AMD， 你说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是没办法让我卖在最高点的位置，但是你说会亏钱吗？不会，因为我们买的这一个位置稍微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吧，只是说现在来讲它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呢，我觉得更多遗憾的是它呢走不了这种波段行情，而不是说今天这根阴线下来了之后回吐了不少。回吐难不难受？难受，但是还是那一句话啊，对于 AMD 跟美光这两个股票来说，我真的觉得大跌下来一定是机会大于这一个风险的啊！这一句话，我们到2026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再来回顾 Josie 讲到的这句话。这两个股票，我们当时从3、4月份的时候就一直给大家讲，大跌下来它就是捡钱的一个机会，目前仍旧是如此。如果 AMD 可以在日线上真的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我会觉得机会大于风险，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对于这个 AMD 的话呢，昨天我们在开盘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了啊， AMD 的话呢，它的这一个缺口521块7毛1的位置，它如果没在3天之内收到实打实阴线回补的话，上边它就有缺口在等着大家，但是它已经回补了，那就说明了这一个波段的行情呢已经结束了，所以有的这一个学员说明了我们期待的这一个波段的行情呢它已经没有了，所以这里呢是要注意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收阳线突破前期的这一根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但是呢它需要一根中大阳线再去确认一下突破有效。它如果说没能再收阳线去企稳的，那说明短期呢又要开始震荡了啊。这个是昨天给大家去讲的，当然稍微比较遗憾，最后呢它还是没能呢收到一根中大阳线去突破并且企稳，那说明它在周一收到的这根阳线它是一个假突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突破。所以如果说呢你昨天已经止盈离场的这一个小伙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说我在这个位置看到它呢回补缺口了之后，然后我离场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如果说我已经离场了的话，现在该怎么操作呢？我会觉得呢给大家两种呢买点的这一个信号。第一个的话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回调买啊，要么它就给我跌到多方带的位置，在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止跌形态，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止跌形态，那我可以买，所以这种它叫做回调买。那第二个的话呢，它很强，它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干嘛突破的这种形态，也就是说市场当中的多方特别的强的，出现的是这种突破的形态的，那我也可以呢考虑在这一个位置买，所以两种买点的这一个信号。那第一种买点的这种回调买的话呢，它怎么样个回调啊？它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它得去回探一下前面的这一个缺口的位置，大概来讲490块4毛6的这个位置，估计来讲它要去回探一下啊，它要去回探一下，打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它才可能呢会有这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AMD 呢，要么它给我回调到这个多方带的位置啊，到缺口附近的时候出现止跌形态的时候，那我可以买。但如果说它没有出现这种回调，它要选择突破的，我觉得最少来讲，它得重新的给干嘛？得重新的给我回到这一个上涨的这个缺口上沿的位置，大概来讲530块5毛钱的这个价格，它给我重新的给进行一个突破，并且站上去的，那我可以买。这两个价格如果都没有出现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再等等啊，再等等。最好的话呢 AMD 它可以干嘛？把这一个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546块4毛4的价格，它给完美的突破。那我觉得这个位置
才是真正大家呢可以考虑呢去操作的一个阶段。不然的一个情况下，哪怕呢你在这个位置进场，它可能在9号 K 线的位置有阻力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在这里进行一个震荡的。所以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最少它得突破呢缺口上沿之后，你再考虑呢要不要去操作，要么呢它就给我回调到多方带的位置之后再去操作。这是日线级别上两种进场的一个信号。你等到它突破或者等到它回调的时候太晚了，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60分钟图，60分钟图你日内去操作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方便一点。能看到的一个点啊，这个 MD 的60分钟图，它已经干嘛？回调到多方带的位置，并且跌破了这一个多方带。要注意的一个点，它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啊，这个位置当中啊，什么时候机构低吸转为做多，那我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进场。没有呢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那我就再等等。这个是针对那一些呢我们内部学员有这一个软件的。那如果说我没有的话呢，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一个尾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根9号 K 线的这一个形态。那这个9号 K 线的话呢，高点519块9毛2的这个价格，它可以收阳线把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呢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呢去进场。它没有收到一个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的，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当中呢就再等等，可能呢还有更便宜的这一个 AMD 在等着大家。当然还是那句话啊，对于 AMD 跟这一个美光，个人的这一个观点，仍旧呢机会大于风险，尤其是能回调的一个情况下。对于这一个下半年美股的话呢，个人的观点还是围绕着 AI 的主线去做。在这里的话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我们讲到的AI 的这一个主线，一个是存储，一个光通讯，一个是 CPU。虽然呢上半年当中这一些板块呢已经涨得比较多的，但是呢你记住的一个点就是强者恒强。你会发现在今年当中美股尤其的这一个明显，强者的股票它能一直创新高，弱的这一个股票它干嘛？怎么跌它都没能呢出现反弹。所以一定要找到这种呢有资金在青睐的这一些股票去做。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点，做的时候一定要干嘛？就做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低吸，而不要去追高啊！我觉得只要去做低吸的情况下，下半年这一些主线仍旧呢会值得大家呢去期待。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美股下半年的 AI 的这一个主线。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找到呢那一些资金青睐的股票去做，千万不要想着就是这个股票跌的已经足够多了，是不是呢可以买了？因为现在的这一个逻辑跟以前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财富已经进入到重新洗牌的一个阶段，一定呢会更往这一些呢有核心的竞争力的公司去进行，这一些财富一定会呢更往这一些呢有核心竞争力、有自己护城河、有订单的这一些公司呢去走，而不是选择以前那一些啊之前涨这么多，现在呢跌下来的时候怎么跌都不到位的这一些股票。强者恒强。那么在这个阶段啊，有些学员会讲到的，那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该选择哪些股票去做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我该怎么在这一场财富大洗盘当中，怎么样去获得自己的财富？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给大家去讲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团队啊的这一个财富深造班已经进入到第2期当中了啊。我们正式的这一个课程会给大家去讲，现在呢，财富已经进入到重新的洗盘当中。财富的这一个新起点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是我们呢在这一个周四的时候，香港时间上午10点钟会给大家去讲到的点。那第二个的话呢，会给大家去讲，在这种呢巨变的背景之下，我们要打开自己的财富新格局。这个会在周六上午的这一个10点钟会给大家去讲。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期的财富深造班会给大家呢去带来的这一个内容。那除了财富深造班之外，我们还会呢在每天的这一个美股的早盘的这一个阶段，会给大家呢开一个30分钟的早盘的这一个课程。在这一个周二、周三、周四的这一个开盘的这一个时间啊，由我们阿飞老师会给大家去讲一下，
你手上的这一些股票该怎么样去操作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参加我们财富深造班的话呢，你可以呢去找这一个助理呢去报名，或者在评论区的位置回复一个618去参加。OK， 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财富深造班。那接着呢来看一下下一个股票，就是特斯拉。特斯拉跟英伟达我已经奖励了啊，就这两个股票现在呢还是一个性价比不高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那么建议大家在这一个阶段去操作它。我觉得呢就是有其他更多的这一个股票其实在等着大家的啊。虽然特斯拉这几天当中确实呢也涨得比较的不错，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啊，这一个特斯拉今天的话呢已经回补了这个缺口。好就好在它是一个盘中回补的，它不是收盘的时候进行一个回补的。你要谨防的一个点就会不会像前面这个缺口一样，3天之内回补缺口之后，接下来股票进入到了单边的下跌当中。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已经离场了这一个特斯拉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真的会有机会的情况下，后边的话呢，它一定会给我们上车的这一个机会。所以起码目前来讲，它在这一个位置已经触及到空方带，收到了一个3日顶分型的这个形态。好就好在今天它还是一个假阳线，不是一个真正的阴线。如果是一个真正阴线，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短期反弹结束的这一个形态，那一定要在这个位置选择止盈离场。但如果说呢，我现在还在里面的，我还没有离场的，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呢设置好最后的防守位啊，防守位你可以定到呢这一个缺口的下沿的位置406块6毛8。如果说特斯拉接下来的时候真的再收一根阴线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会建议大家要不要选择在这一个位置先落袋为安先，跌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给接回来。但如果说它接下来当中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阴线跌破缺口的这一个下沿的位置的，那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啊，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然后以它作为一个防守位。一旦收到实打实的阴线，收盘价跌破的，那我们就先止盈离场。OK， 这个呢是讲到的特斯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美光。美光的话呢，就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的啊。前面我们在昨天的直播当中还在跟大家讲，要这一根十字星的 K 线非常的重要，它是选择突破还是选择跌破的？选择突破它才有机会，选择跌破的话呢，那就说明这一个位置反弹已经结束了。刚讲完，它立马来了一个阴线，给我跌破了这一根9号 K 线的低点了，稍微还是比较难过的哈。但是对于美光，还是那句话，大跌大买啊。那回到现在的这一个美光身上啊，它在这一个位置，那么对于这一个美光，我们讲到的防守位是不是设到这一个9号 K 线的低点啊？它既然已经跌破的情况下，那么短期的学员该止盈的，一定要选择在这个位置止盈离场啊。如果说你害怕，就是说万一这一个议息会议出来了之后，它是利于这一个市场的，那我会不会错过它的买点？不会，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怎么样把它给接回来。然后这个位置当中，它既然已经跌破了我们的一个低点的，那短期的学员先在这个位置先落袋为安，它后边真的有机会的情况下，它一定会给我们上车的啊，所以不用担心。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在日线上出现的这一个形态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阴包阳的这一个形态，把前面的这一个最高点都给包在里面了，所以要注意一下啊。从这一个K 线的这一个角度上去讲，这个形态其实也是一个短期的这一个风险的这个信号，所以有的学员如果你现在还有的，一定要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除非干嘛？除非这一个美光它后边日线上它可以重新给我突破这一根9号 K 线的这个高点，那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我会建议大家呢回踩到多方带的位置，再把它给接回来。那这一根十字星高低点的位置啊，高点是在1089块2毛9，低点的话呢是在1038块5。目前它是已经跌破了这个低点了，所以相较来讲，这一根9号 K 线的阻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会建议大家呢，日线上你起码得等它突破了这个价格之后，你再去考虑进场。那这个是作为日线级别你的一个买点。除了看日线之外，我还会去看日内的。那么日内的话呢，你能看到的一个点，它已经干嘛？回踩到这一个多方带的一个位置，
它在前面这一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阴包阳的这一个形态，然后跌下来的，现在回踩到多方带，现在是一个下跌结构期，也是一个呢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那跟 AMD 一样啊，要么呢它在这一个位置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去买，要么它继续的调一调，出现的是一个9号 K 线，确认这一根9号 K 线它是一个底部9结构的时候，那我可以在这一个位置买。两种形态都没有出现的，那我会建议大家的话呢，再等等啊，不要在这个位置那么急的去操作，可能呢会有更便宜的这一个美光在等着大家。OK， 这个呢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比特币。比特币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截止到我现在啊，在这一个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了一根9号 K 线的一个形态。这一轮当中啊，从这一个高点一路跌下来，一直让大家去关注这一个比特币，然后呢反弹的这一波，从最低点的时候已经跌破了6万关卡，到现在呢已经来到了6万5千了啊。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它在这一个位置反弹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并且黄烛消失收阴线，只是说它没有跌破确认，所以对于这一个比特币的话呢，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如果它给我收一根阴线跌破这一根黄烛的低点的，那么大概率来讲，这个位置就是这一轮反弹的这个高点，你要谨防它要有回踩的这个需要。回踩的时候呢，看一下啊，会不会重新再创新低，如果回踩不创新低之后再次起来的，看到它的这一个龙头线重新进入到这一个加速区的，那就说明了它可以呢像这一个2月初的那一波行情一样，直接从6万块钱给我拉到8万多块钱。那相反，假设它这一个位置啊真的选择跌破回调下来的时候，又重新再一次去创了新低的，那就意味着呢这个位置当中啊，它只是一波反弹行情而已，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风险。那么这一个黄烛的低点大概是在65361块钱的这个价格。如果说呢，你在这个位置选择一根阴线跌破的话，我们心里边有预想啊，与它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可能在这一个位置也要跟着要有回踩的这个需要。没有跌破的话呢，那你又可以暂时干嘛？再去拿一下。没有黄烛信号的，那你就以9号 K 线。日线上的这一根9号 K 线作为判断呢，它会不会是一个高位9的一个形态，跌破它的低点的，它就是一个高位9形态，突破它的高点的，那就中继9，能出现中继9的你就拿着，不然的这个情况下，谨防它在这里反弹结束了。这个呢是讲到的比特币，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Circle。 这个 Circle 的话，我已经很明确跟大家讲过两种进场的这个信号，要么呢突破黄烛高点买，要么呢它给我回调到这一个缺口的位置买，两个都没出现，你就再等等。包括它在周一大涨的时候啊，我在这一个昨天开盘之前，我也很明确的跟大家讲了，这个 Circle 它跳空高开，但是个人观点仍旧不变，两种进场信号，要么呢收阳线突破蓝烛高点84块3毛钱进场，要么呢它给我回调到缺口之后出现止跌形态的进场。两种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们呢再等等，不会说因为它这一天啊涨了一根大阳线之后，是不是就改变了这一个看法？没有，仍旧是觉得呢它现在在这一个位置需要再等等。那现在呢个人的观点还是如此啊，要么呢你给我突破这一个蓝烛高点的这一个价格84块3的时候，我可以考虑进场，要么等它回调到这一个缺口的位置之后呢再去进场。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去讲一定要确认之后再进场？因为你能看到啊，下面的这个龙头引力，它的聚宝盆是一直在酝酿状态，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确认的。什么时候确认了之后呢，它才会是一个真正的这一个机会？没有确认的那就不着急啊。那这个缺口的位置62块9毛5，或者呢到71块1毛9的这个位置没有出现呢我们讲到的这两种进场点的情况下，我会建议大家呢还是再等等，它还没有酝酿成功，酝酿成功之后再说。赶得早不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得刚刚好，我觉得是更加的开心的啊。所以想要进场的学员，等待确认之后再去进场。
OK， 这个是讲到的思考，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英特尔。英特尔本来想要跟大家讲啊，它的出现了黄烛信号，但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它刚刚出现黄烛信号之后，直接就是超买确认，今天的这一根大阴线，咔就给我砸下来了啊！它也是差不多触及到前期的这一个高点的位置之后，然后出现黄烛信号，没办法突破，今天又跌下来的。那对于这一个英特尔的话呢，其实个人的这一个观点也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啊，就对于这一个股票也是相对比较看好的。第一个，它有特朗普的这个背书；第二个的话呢，它有马斯克的一个背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在它的一个招股书里面，这个英特尔也是参与到 SpaceX 的这一个业务当中的，所以有这两者的这一个背书，我会觉得呢，它跌下来的话，也是一个机会大于风险的这一个股票。那么回到现在的英特尔身上啊，已经确认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晚了一天啊，本来想跟大家今天去讲一下啊，它已经进入黄烛状态的，但没想到今天就立马确认了。那么既然确认了的话呢，那么短期来讲，它肯定呢要有调整的这一个需要。但今天大跌完之后呢，60分钟图上确实呢有出现这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想要进场的这一个小伙伴，我会更建议大家呢从60分钟图上去进场。那如果说你盯不了时间的啊，那你就看一下它在日线上其实已经转为了这个多方带，能不能在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的见底的这个形态？你看一下它前面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也是呢突破了这一个空方带之后呢，又重新的跌破了这一个空方带，直到它在这个位置一个跳空缺口重新的突破上去之后，它才开始这一波行情的。所以如果说你从日线上想要去进场的，你看一下它在日线级别上能不能出现我们讲到的这6种呢止跌的形态，能出现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在日线级别上去进场，但是没有出现的话，你心里边有预期啊，它在这一个位置可能只是一波反弹行情而已，它可能要干嘛？就是万一它在这里再出现一根大阴线砸下来的话，那就说明了这一个多方带回踩失败，要注意一下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会更建议大家从60分钟图上去进场，因为60分钟图上你就能看得非常的明确。你看一下前面的这一个底部起来的时候，就是60分钟图它走得很漂亮，然后起来的。那现在的话也是一样，60分钟图上重新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个信号，它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有出现过蓝烛消失，但是没有收阳线突破确认，包括也有出现这一根9号 K 线的这一个信号，也没有进行一个突破并且确认。所以对于这一个英特尔，它的这一个买点60分钟图上2种，要么呢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去买，要么呢这一根9号 K 线重新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转为这一个底部9结构，你可以去买。两者都没有出现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再等等。那这一根9号 K 线高点的话呢，在120块2毛钱左右，它如果说能重新收阳线突破它的，那我可以考虑进场。没有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再等等，可能有更便宜的这一个价格呢在等着大家。OK， 这个是讲到的英特尔，接着再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谷歌。谷歌的话呢，有个学员一直就是买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看到的一个点啊，它已经进入到黄烛的这一个状态了，反弹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出现黄烛的信号，但是未确认。未确认意味着什么？未确认就意味着它会有可能会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它一直黄烛一直黄烛，那你就一直的拿着，直到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再说。但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一个情况下，那就说明这一波反弹已经结束了，那我就要注意一下这一个风险。所以谷歌的话呢，有的这一个学员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时刻的关注一下它的这一个黄烛信号，一旦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那我们就先获利了结。没有的话呢，它可以一直的黄烛往上走的，那就说明了它还有继续往上涨的这个空间，那我就继续的拿着。OK， 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个内容。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